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1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今天呢是愚人节了，这原本是大家相互开个玩笑、欢乐一笑的日子，对吧？但是呢，因为我这里呢是跟大家聊新闻，所以说如果弄一个假消息来和大家开玩笑的话，搞不好可能就会误导大家了。只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希望呢不至于说让大家度过沉闷的20分钟。这个呢，就是昨天非常热闹的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双开，以及中共背后捅刀乌克兰，结果被抓了一个现行的消息。在去年10月傅政华落马的时候呢，就是官方刻意在一个前后脚，先是双开了孙立军，然后说再宣布调查傅政华。我们在当时就有和大家讨论过，就说这种捆绑式的通报的背后呢，它说明傅政华和孙立军的案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他们很可能是共犯。然后是在2个多月前，中共官方当时不是有推出那个反腐电视专题片嘛，叫做《零容忍》的。在这个片中呢，他就在讲述到孙立军政治团伙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时，就特意的提了这么一句，说中央已决定对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等人立案审查调查。然后呢，还同步的给出了一个傅政华拿着一种特制的防自杀的笔来签字的这么一个画面。这个其实它就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暗示了，对吧？那么到了昨天，官方对傅政华的这个双开通报一公布出来几乎所有的人第一眼注意到的关键词就是那句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这个呢是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无论是传媒界还是大众的这个舆论圈都在热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傅政华他的论资历呢要远比孙立军老，他的年龄也比孙立军大，他这个正部级的职务呢也比这个孙立军的副部长这个级别要高，居然去屈尊参加了孙立军的政治团伙，为孙立军的马首是瞻，这当然是非常的不寻常，也非常有意思，对吧？我们就这个通报本身的内容来看近700字的长度，它与孙立军的通报其实是差不多并驾齐驱的，都是习近平反腐以来罕见的这种级别。那么在这个罪名上，它同样也是有使用了类似于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这样充满了明显暗示的表述。只不过呢，我们来简单的对比一下，就是孙立军和傅政华，就可以看到傅政华的这个罪名通报呢，他在语气上和措辞上比孙立军呢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比如说傅政华他是被指说政治品行极为卑劣，而孙立军呢则是说政治品质极为恶劣。大家注意了，这一字之差，它显然是后者要更严重的。同时呢，2个人都被指说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是不择手段，但是傅政华接下来就说他是投机钻营利令智昏，而孙立军呢则是乘火做事控制要害部门，严重危害政治安全。还有他们2个人都被指说有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然后紧接在后面的措辞呢，傅政华就是说他结交多名政治骗子，影响恶劣，而孙立军呢则是说他制造散布政治谣言，捞取政治资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它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孙立军他的确是这个政治团伙的头，所以他的罪名是更加的严重，用词也更严重。而傅政华呢，充其量呢就是一个二堂主。这个看起来表面上是很奇怪，实际上它不奇怪，因为显然傅政华他去靠拢的不会是孙立军本人，而应该是孙立军所代表的那个背后的大树了。这就有点像当初周永康是吧？这个正国局他去靠拢这个薄熙来这么一个副国级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基本可以明确得到的第一个结论。那么第2个焦点呢，就是刚才有提到的政治骗子这个名词。这个政治骗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究竟起什么作用呢？其实这个表述呢，它并不是在中共官方中第一次通报出现。
此前啊，落马的官员中已经有过多次的这种通报了。比如说孙立军团伙的那个刘星云，他就被指说是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还有啊，原辽宁省的政协副主席叫做刘国强的，他落马以后也是有这个盲目听信政治骗子，花费巨资跑官买官被骗的这么一个措辞。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政治骗子他一般不是指的现任的官员，他通常呢都是指一些以官员的亲友身份，或者是与官员有某种特殊关系者的这种名头，在圈子内活动的这种人。这种人呢，他往往都被认为是握有某种特殊的稀有的政治资源的，从而呢，使得一些急于要找门路升官的这个官员去跟他进行结交，目的呢是与这种有可能帮得上自己的某个高官来搭上线。所以呢，官方所说的这一类的政治骗子呢，他其实就是游走于不同级别官员之间的一些政治掮客，就是这一类的角色，他起到的是一种敲门砖或者是引荐人的这种作用。当然，这些人呢，他们也都带有明显的派系色彩，他只为某些特定的政治派系去服务的。也就是说呢，官位低的他固然是想要更上层楼，而官位高的他也同样是希望自己可以收纳一些有前途的官员，为自己这一个派系的利益啊，提供未来一个比较长远的保障。所以这就是一种互有需求的共生关系。这个官方说傅政华有结交了多名政治骗子，他们很显然就不可能都是属于同一个派系了。官方通报特别的注明了这一点，他其实就是在暗示说，这个傅政华他是属于脚踩几只船，他哪派都想去勾兑，就叫做普遍撒网，还要外加重点培养。那么官方通报傅政华的第一句，大家可能看到了，说他是完全背弃理想信念，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当然，这种严厉的措辞呢，他是破天荒第一次的，而从未忠诚的这个对象呢，他显然就是指的党和人民的那个总代表习近平了，对吧？我们都知道啊，傅政华他是靠出卖周永康勾结令计划的那个内幕才获得习近平的重用的。但是呢，他其实从未甘心成为一个习派人马，而是多方的上门投机，结果呢是不慎在孙立军这块地盘中去踩了雷。所以在案发之后呢，习近平对他这个不忠的痛恨之情，在这种措辞之中，我们看到他是表露无遗的。这个呢，是我们从字里行间阅读出来的第二个结论。第三个焦点呢，就是很多人都有注意到了，就是傅政华这么长的一份通报之中他提到了很多，说他什么生活奢靡，大搞这个权钱交易。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居然只字没有提到他有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这个要放在这种权色交易、包养情妇，它基本已经成为中共反腐通报一个规定动作的背景之下呀，它的确是比较罕见的。坊间呢对此有多种的说法，有的呢就说是傅政华他可能的确就是好权好钱，但是他不好色；也有的说呢，他可能是不是另有一些特殊的癖好等等。其实呢，傅政华好色荒淫包养情妇是早就有相关传闻的。像那个逃往海外的富商郭文贵，他就曾经爆料过，说傅政华有多名的情妇，这个原北京市公安局的机关女警赵某某就是其中的一个等等。有的传闻呢，甚至还把傅政华的私生女的姓名住址等等全都给曝光出来了。而且呢，我们从过去相关的案例之中都可以看到，就是中共政法系统它就是一个集黄赌毒于一体的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堂口。尤其是像这个什么王立军孙立军还有傅政华这一类的酷吏，就是性乱荒淫对他们来说完全就是家常便饭。王立军甚至他都敢搞到薄熙来的头上，是吧？给薄熙来去戴一顶绿帽子，可想这个圈子它混乱到什么程度。说傅政华他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混到这么高的级别，他居然可以做到洁身自好，这个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他实在是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的。所以呢，不管朋友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官方不通报傅政华的男女关系问题呢？我想呢，可能有一个原因呢，是他在这方面呢不算是很突出，就说没啥特色。另外一个更大的原因呢，倒是可能傅政华他与这个专案组之间做了一个交易，就是说他可以满足对方的某种条件，以此呢来换取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这些情妇等等，都可以得到一个豁免。除此之外呢，这个傅政华的通报之中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看点。什么看点呢？就是他和孙立军呢都被通报说有长期搞迷信活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孙立军的那个通报呢，他是这么写的，说长期搞迷信活动，然后后面呢是那个标点符号是分号，接着又说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而傅政华的通报呢，他是这么写的，说长期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句号。所以大家也看到这样的写法，它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也就是说，孙立军呢，他是使用了侦查手段来对抗审查，那个迷信活动呢，它可能只是比较一般的，比如说求升官发财、保平安等等，是这样的一些内容。而傅政华不是，他搞迷信活动是用来对抗组织审查的。所以这个就非常的诡异，对吧？什么样的迷信活动可以用来对抗组织审查呢？在这个3月16号广西的纪检监察网曾经有发布过一份通报，说这个广西河池市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的党组书记兼主任叫做秦生贤的，他呢因为严重的违纪违法呢，也是被立案调查了。其中罗列的一条罪状呢，就是说这个秦生贤呢，他长期热衷迷信活动，试图通过验证等巫蛊之术来诅咒这个办案人员及相关的领导等等。这个就可以说它是一个最近的用巫术来对抗审查的典型例子。我相信使用这种手段的中共官员绝对不止这么一个低级别的，是吧？傅政华他虽然没有被通报这么的详细，但是我觉得他使用的手段恐怕不会比这个不入流的小官秦生贤会差多少。只不过就是说，这样的手段的确有点太过匪夷所思。如果说这个通报把它说出来，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正部级官员的身上，恐怕呢会引起其他的这种贪官效仿，所以呢官方也是比较害怕的，就把它含糊带过了。总之呢，官方是故意的制造了这么一个正部级的傅政华投靠副部级的孙立军团伙这么一个巨大的悬念。它显然是隐而不发的，就是说想要让这个舆论自动的就聚焦到孙立军背后的那个孟建柱以及江派的大佬的身上去。这个当然是一种敲山震虎的手法，就是拿不拿下孟建柱呢，可能要留待后面双方博弈的这种情况而定。在这个19大以后当局的反腐呢，其实基本上它是严格的遵守了与各派所达成的一项潜规则。什么潜规则呢？就是反腐不上副国级。但是这个规则我们看到在近来它是有所松动的。比如说在3月18号，《华尔街日报》呢就有独家的透露说，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回族穆斯林官员叫做王政伟的，他呢是正在接受调查。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已知的19大以来的第一个副国级的官员被查的案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他用一个没有什么过硬派系背景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官员，悄悄地打破了这个潜规则，他做好了一个铺垫。这个当然也就是在向他的对手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就是说不要以为曾经的那个协议就可以保证你们这些副国级都是没事儿的。这些潜规则呢，现在已经可以说就是历史文件了，我现在随时都可以把你们分分钟的来兑现的，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今天的一条堪称是猛料的新闻，就是中共协助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证据被首次曝光了。根据这个英国的老牌大报《泰晤士报》获得的一份情报备忘录呢，就显示说，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准备阶段呢，中共的网军
对乌克兰位于基辅的国防部，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机构，甚至包括一些核设施在内的，大概是600多个单位，又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份情报呢，它是来自于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这个英文缩写叫做 SBU 的。就是这个机构呢，就是说他们上述的那些机构啊，600多家单位嘛，是遭受了数千次的黑客的攻击，而所有这些攻击都是由中共政府协调进行的。那么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呢，说中共这次大规模的攻击呢，是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是在2月23号达到了顶峰。而这一天呢，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和坦克越过边境线，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的前一天。这个呢，它也说明中共显然是入侵的同谋。与此同时呢，这个 SBU 他们还透露说，中共的攻击呢是试图要渗透到以边防部队、国家银行和铁路局等等为主的一些目标，它的目的呢是在于想要意图窃取数据，并且寻找关闭或者是破坏这些重要的国防及民用基础设施的方法。那么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呢，已经掌握了所有这些攻击的目标啊、路径等等，并且都已经记录在案。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是美英这2个国家对这个消息进行了一个公开的表态了。美国的情报部门呢就明确的证实说，有关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之前对乌克兰的政府设施实施网络攻击的信息是准确的，表了这么一个态。而英国政府的发言人呢，则公开的表示说，英国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呢，正在与国际合作伙伴一起进行调查相关的指控。说的稍微含蓄一点。那么这个消息呢，我们看到它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啊，第一次由后者的这个国家部门去向媒体曝光了中共直接的参与了入侵的证据，它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吧？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是属于战争的一方，就当事人给出的这个证据，它证明了中共呢绝非什么装腔作势的中立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参与者，是狼狈为奸的同谋犯。它等于是给了中共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且呢，在甩出这记耳光之前呢，乌克兰其实他还给了中共不止一次的机会。就是乌克兰的政府，从外交官员到他们的总统泽连斯基，我们都看到嘛，他是曾经公开的去向中共喊话的，就是希望中共站在道义的立场来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但是呢，中共是一概听而不闻。其次呢，这一份证据的曝光呢，它坐实了中共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知道俄罗斯的入侵计划的。因为中共配合俄军的这种网络攻击啊，它在冬奥会还在举行的时候就开始了，甚至直到3月22号，也大概就是一周多以前嘛，中共都还被抓住了有一次针对着乌克兰发起的规模较小的网络攻击。这个乌方呢，是通过追查这种黑客的恶意软件所连接的指挥和控制服务器，锁定了这次攻击它来自于一个与中共军方有关的团体。那么这也是第一次有较为直接的证据证明说，习近平至少是在2月4号冬奥会的开幕式当天，他与普京会谈并且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普京的入侵计划了。当然实际上他可能是知道的要更早的。第三一点呢，就是这个消息它相当于是一枚外交炸弹，它是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选准了时间在今天来把它给引爆的。它为什么要选择在今天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原因呢，它就是冲着今天举行的中欧峰会而来的。我们过去说过呀，乌克兰战争啊，它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次欧美与中共之间的代理人战争。那么今天举行的中欧峰会呢，它是战争爆发以后啊，中共继上一次与拜登视频通话以后的第二次与欧盟的最高层来进行了一个视频通话。那么李克强和习近平呢，都有先后出场来进行了一个对谈。根据现在最新出来的报道，就是说李克强呢，他的发言是老调重弹了，
他继续的声称说这个中共始终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等等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也一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等等。而习近平他的讲话呢，则是试图想要继续的分化这个欧美的关系。就是说了一些反对制造新冷战希望欧盟要奉行一个独立自主的对中国的政策等等。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吧，在乌克兰抛出这份中共背后捅刀的证据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习李两人在这个中欧峰会上的发言，是不是都会产生一种比较荒诞的喜剧感呢？就是说有点像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平行世界一样，对吧？这欧盟的这些领导人呢，都这么静静地看着中共的领导人在那儿一脸认真的表演，在这个演讲就如同看戏一样。那么其实欧盟领导人的发言呢，也比较简单直接，就是很明确的警告说，中方如果不支持制裁的话，那么至少也要尽力的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同时呢，还说了这么一句重要的话，说如果中共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给予支持，那么中国在欧洲的声誉将会受到重大损害，而声誉风险也是国际公司撤离俄罗斯的驱动力。但这个话说的比较含蓄了，它当然是一种强烈的暗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警告中共，如果说你们去支持了俄罗斯，那么至少欧洲的这些企业，国际企业吧，可能都会重演从这个俄罗斯集体撤出的一幕，就是退出与中国的业务往来。我相信习近平他应该是没有料想到乌克兰会在今天这个时候抛出这样的一颗炸弹出来的。这个不仅对习李呢有一种打脸的效果，它更使得整个欧盟呢是基本上就失去了向中共抛出的这个经济礼包去下跪的空间，甚至连半推半就这种形式它都会变得很艰难了。如果说习近平他知道乌克兰拥有这样的一种网络战的能力，我估计他现在这个话不会这么来说的。当然可能有的朋友会质疑了，就说乌克兰的网络战的水平什么时候突然变得这么高了？它居然可以和中俄这样的一种网络战大国相抗衡了。就是他们不但基本上防止了相关设施被破坏，还反而可以锁定对方，反制对方。其实呢，说起来他还真不是乌克兰自己有多么的厉害。就这个《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他在最后透露这么一点，说早在去年的10月，美国在意识到俄军入侵的危险的时候呢，就已经向乌克兰有派出了包括了美国陆军的网络司令部的一些士兵，以及硅谷的一些私人承包商在内的团队，去协助加强乌克兰的一个网络防御的能力。之后呢，他们是在今年1月份左右撤出的。在这里，这个报道它虽然没有明说硅谷的私人承包商它究竟是指的哪些人，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肯定，是吧？就是这帮人，他和美军那些网络战的士兵一样，应该都是当今网络战的顶级高手了。如果说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整个战争爆发这个时间线，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在去年10月份左右是确认普京有入侵的危险以后呢，就开始在帮助乌克兰强化它的网络战的能力了。那么从11月开始，美方呢是先后的6次与中方有开会，通报了俄军集结的情报，并且希望中方去劝阻俄罗斯不要入侵。再往后到了去年的12月，美方就有得到情报说确认北京与莫斯科呢是有分享了美方所提供的信息，并且告知了俄方说美国呢正在试图要挑拨离间我们的关系，我们中方呢是不会阻碍俄方的计划和行动的。到了今年的1月份，美国的外交人员和相关的军事人员就撤出了。到2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呢就有报道了，说习近平私下要求普京推迟入侵到这个冬奥会之后再去进行。那么到了2月21号，普京是正式的宣布说承认乌东2州独立，并且以维和的名义就派兵进驻了。
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呢，就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所以从整个这个脉络、这个时间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中共的反应和行动呢，美方其实是有充分准备的，甚至呢，连中共发起网络攻击的这样的行动，恐怕也是早在美方的一种预料之中。中共呢，他自以为是做的神不知鬼不觉，躲在角落里在弹冠相庆，洋洋得意呢。其实殊不知呢，别人早就把他看的是一清二楚，把这些罪证呢一一都记录之后，才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来一下迎头痛击。我们可以把话呢先说在这里，就是中共类似这样的一种笨贼式的操作呢，它在未来还会有很多次的，这是他们的一种宿命可以说。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